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现在的古装剧中，公主的角色可以说是不可或缺。娱乐圈里很多女明星也都饰演过这样的角色，有的公主一生荣华富贵，受尽宠爱，有的却是经历各种坎坷和波折的落难公主，甚至还有直接被灭国的。这些落难公主在不同人的诠释下，给人的感受也都不同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，同样演落难公主的女明星都有谁？提到公主，那首先就要说一下刘诗诗。刘诗诗可以说是公主专业户了，虽然她的演技偶尔被人质疑，但她的古装真挑不出来什么大毛病。学过多年芭蕾舞的她，身材和仪态都特别好，修长的脖子被大家称作是白天鹅，套上古装后仙气飘飘，显得高贵又优雅。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急不躁、不紧不慢的心情，与养尊处优的公主人设相得益彰。在经典的影视剧《仙剑奇侠传3》里面，刘诗诗在剧中饰演的落难公主龙葵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。龙葵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，在族人遭遇袭击后，为了救自己的国家，用肉身逐渐化为一缕残魂，经常被其他鬼欺负。所以为了保护自己，她分化出了红色的暴躁性格。一袭红衣时，她霸气侧漏，眼神中透着狠绝和清冷，全身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质。变回蓝衣与哥哥相见时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她的开心。虽然衣服残破不堪，头发也散落下来，但是更加凸显她落难后仍然高贵的气质。这样一蓝一红两个性格都被刘诗诗演绎得很鲜活，因此勇敢善良的龙葵一角也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同样演过落难经历的宋祖儿，在九州缥缈录演的公主血统高贵，非常机智。剧中宋祖儿扮演的羽然是羽族第2王朝的公主，在羽族内部的王位争夺中流离辗转。当朋友阿苏勒被捅数刀后，羽然放声大哭，苦苦哀求。身着华丽的衣服与她落魄无助的样子对比鲜明，凄惨可怜的形象让人动容。在面对惨烈的杀戮场面时，羽然面对千军万马丝毫没有退惧，她目光如炬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上被染上了鲜血，虽然看起来灰头土脸的，但是依然掩盖不了身上那种尊贵的气质。离宫后，她与伙伴扮作农妇，虽然穿得很朴素，看起来丝毫没有公主时期的金贵，但是精致的五官依然很出挑，尤其是在街上跳舞的那段，真的是杀疯全场。柔软的身姿在灯光的照耀下，仿佛全身都散发着光芒，有一种落难公主变身善良天使的感觉，这一幕真的让人久久难忘。和宋祖儿一样是童星出身的蒋依依，在扮演落难公主的角色上必须是榜上有名。自从3000鸦杀播出之后，蒋依依饰演的亡国公主形象就在大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刚开场，蒋依依一身红衣在皑皑白雪里擂战鼓的画面更是2秒封神，将落魄公主的坚韧倔强演绎得非常到位。在国破家亡之前，她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，一曲《东风桃花曲》能让嘉宾席上的王孙贵胄集体臣服，更是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眼前一亮。国破家亡后，她在雪中筋疲力尽击鼓的一个片段，更是惊艳了一大批观众。扮相英气十足，眼神里透着决绝与苍凉，凛冽又明媚的小公主被迫长大的画面感极强。即便蒋依依在3000鸦杀中的出场并不多，却足以令人印象深刻。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、出色的扮相，导致后来换了女主后，让人觉得非常可惜，一度让人难以继续追后面的剧情。说到蒋依依，就一定要说一下和她饰演同一角色的赵露思。当初赵露思接上蒋依依续写复仇公主的故事时，一度不被大家接受，毕竟先入为主，同一个角色突然换个人来演，难免让大家觉得突兀。但是之后她在《长歌行》里面饰演的落难公主李乐嫣却成功出圈。剧中李乐嫣是李世民的掌上明珠，地位极高，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但是去洛阳养病这一剧情中，她不幸被拐，由此也开启了落难公主的逃亡之路。差点被卖掉的她，好不容易经过自己的一系列闯关，终于逃了出来，但没想到突然丢失荷包，于是她又被迫流落街头，最后跟着一群难民游走。一夜之间，曾经的天之娇女变得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像极了脏脏包，根本没有当初高贵公主的样子了。这样凄惨的遭遇忍不住让人同情，大家也被露丝饰演的这一角色打动。与此同时，关于李乐嫣的一系列话题频频冲上热搜，为这部剧带来了很高的热度。
还有年轻小花当中的任敏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。在前几年大火的《清平乐》中，她扮演宋仁宗最心爱的小公主赵徽柔。徽柔小时候活泼可爱，她天真善良的性格被周围的人深深的宠爱着。但是在婚嫁时，她却毫无选择权。与初恋邂逅的徽柔被父亲硬生生阻拦，身份的特殊最终让她不得不妥协，被迫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。可是自从嫁为人妇后，徽柔的一生便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身为公主的她出嫁后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快乐，被婆家打骂下药，尊贵的公主身份在那一刻荡然无存。刁蛮的婆婆加上木讷的驸马，让徽柔度日如年。最终无法忍受的她还是连夜出逃。在看到怀吉后，她满脸泪痕，委屈地说：“带我回去。”松垮的服装让她看起来更加纤细柔弱，灯光照得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在绝望中看到了唯一的清泉。马车里，她头发凌乱，衣衫不整，眼睛里噙着眼泪，从颤抖的声音中都能感受到她的悲愤。跳下马车后，她不顾侍卫阻拦，夜叩宫门。披头散发的她看起来十分落魄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加上声嘶力竭的呼喊，直接击中了每一位观众的心。最后散着长发，穿着素衣，在厚厚的宫墙里走的那一幕，仿佛诉尽了这位落魄公主悲惨的内心，真是令人唏嘘。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，人就该活得像个傀儡？不得不说，任敏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无疑是非常成功的。同样凄惨的落难公主李沁也扮演过，她身上自带清冷和支离破碎的凄美感。楚乔传中，她将落难公主的亡国之痛演到极致。一开始的公主扮相高贵美丽，动起来也是娇俏可爱，一脸的天真无邪。但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在大婚之日，心爱的人起兵谋反，她双膝跪地，眉眼间尽是伤心与害怕，一字一句的哀求，声泪俱下。精心做好的新婚发型也不复存在，头发散落在脸上，精致的妆容也被哭花了。虽然将头磕得鲜血直流，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更美了。更绝的是，她最终失去一切的那个回眸，绝望和痛心真是非常感染人了。那一瞬间，她身上的破碎感足以穿过屏幕，刺痛每一位看剧的观众。前期的欢乐时光和后期的悲惨被她演绎得十分透彻，对比极强。后来即使她黑化成疯批美人时，大家对剧中的这位公主也是只有心疼。有一说一，李沁这出神入化的演技真的太神了。已经被踩进烂泥里的玫瑰，还可以回到高贵的枝头吗？还有东宫里九公主的扮演者彭小苒，那一年她凭借东宫火爆出圈，毕役美学被她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当时一袭红衣出场的彭小苒，成为无数个东宫女孩心中不可替代的朱砂痣。她饰演的小凤时而天真烂漫，时而美丽动人，原本是草原上最肆意洒脱的姑娘，也是西周人人宠爱的小公主，但是后来却爱上了欺骗自己还灭了自己族人的顾小五。于是亲眼看到阿翁被杀害的小凤只能逃亡，她带着丫鬟骑马出逃，一袭浅绿色纱裙在她酷飒的动作中显得格外英勇。面对顾小五时，她语气平和的可怕，眼睛里也没光了，看上去有一种赴死的决绝。跳下忘川的那一刻，她坚定的眼神望着顾小五，将他抓着自己的手硬生生掰开，光是这一幕就看得让人心碎。最终彭小苒也凭借这个角色成为了让大家追捧的对象，一时间圈粉无数。那一幕好好活着。最后一定要来说一说经典老剧《还珠格格》，虽然叫法不同，但其实都是天子的女儿，相信大家对于小燕子流落在外的剧情还印象深刻。剧中赵薇饰演的还珠格格因为在一家黑心骑射下棋，从而丢失了自己的盘缠，而且连人都被困在了里面。原本在皇宫里吃香喝辣为所欲为的她，沦落到要替别人洗衣做饭，甚至差点成为骑射老板的小妾。剧中本来风光无限的她，在这样的打压下受尽委屈，白皙的脸蛋上变得鼻青脸肿，头发也是乱糟糟的，衣服脏乱不堪。昔日古灵精怪的格格变成了一副落魄乞丐的样子，心酸中又透着一点好笑。别的落难公主都是美强惨，而咱们的小燕子却总有种搞笑女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赵薇真的把古灵精怪的小燕子演活了。那么你还知道还有哪些女明星都演过类似的角色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补充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